大家常说常吃鱼肉头脑好身体棒，鱼一直被视为健康食品。然而你可曾想过，某些在市面上活蹦乱跳价格亲民的养殖鱼，其实从鱼苗开始就泡在药里长大。有些渔农透露，某些养殖鱼几乎是药味大的，药物的用量甚至比饲料还多。今天就带大家深入揭秘水产养殖业不愿公开的内幕，6种被行内人称为药养鱼的鱼。听完后，也许你下次在菜市场看到它们，会犹豫自己是否还敢下注。这6种鱼分别是石斑鱼、鲶鱼、巴沙鱼、罗非鱼、黄鳝、黑鱼、乌里和小吃糖鲫鱼。它们有的昂贵稀有，有的平凡廉价，却都因高密度养殖下的种种药物秘密而备受争议。我们将从高密度养殖带来的疾病隐忧谈起，解析预防性投药习惯，从抗生素、驱虫药到激素甚至禁药的使用，一一破解流言与真相，同时也指出真正的风险来源何在，给出理性实用建议。请注意，我们并非要你从此谈鱼色变，而是教你更聪明的吃，远离来路不明的高风险养殖鱼，了解哪些鱼类特别依赖药物，进而降低摄入残留药物的机会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养殖鱼会和药物结下不解之缘。高密度养殖是关键原因之一。由于地狭人稠，需求量大，现代渔业常在有限水体中养大量鱼质，狭小空间里鱼群拥挤，排泄物和饵料残渣极易恶化水质，鱼儿一紧迫，免疫力下降，各种细菌、寄生虫就找上门来。对养殖户而言，一旦爆发疫情，倾家荡产就在转眼之间。为了保住辛苦养大的鱼群，许多人选择未病先防，定期下抗生素、消毒药，甚至在饲料中长期添加低剂量抗生素刺激生长。这样的预防性用药使得一些养殖鱼体内潜藏着药物残留，普通消费者却浑然不知。更有甚者，某些不肖业者为追求高产，违规使用国家禁药，例如以往养鱼业常用的孔雀石绿，这种化学染剂杀真菌与寄生虫效果一流，却已被证实有致癌风险，早已明令禁止。但因价格低廉，效果显著，在一些监管薄弱的角落仍可能暗中使用。而一些激素类药，如人工雌激素、雄激素，也曾一度被尝试用来控制鱼类繁殖、生长快慢。这些药物残留在鱼体，最终可能进入食物链，被我们吃下肚。当然，也不要一竿子打翻整个水产养殖业。随着科技进步，许多养殖户已开始采用益生菌改善水质、生物防治寄生虫等更安全的方法，减少化学药剂的依赖。正规养殖场亦遵守休药期，在于上市前停药一段时间，让药物代谢排出，确保符合安全标准。可是现实中，养殖业者素质良莠不齐，小型鱼塘监管困难，一些鱼的药残问题依然存在。我们接下来就逐一介绍6种争议最大的药养鱼，看看它们到底藏着哪些药物秘密。罗非鱼，你或许在市场上见过它的另一个名字无锅鱼。作为极为常见的养殖鱼类，罗非鱼肉质鲜美，价格低廉，被称作平民鱼肉。然而评价背后其实有隐忧。罗非鱼适应力强，生长快速，这些优点让它在全球各地水产养殖中遍地开花。但也因为养殖规模巨大，密度高，罗非鱼容易爆发细菌性疾病。最臭名昭著的是链球菌感染，一旦发病往往整塘暴毙。为防此灾，很多养殖户在日常饲养时就添加抗生素预防，或在鱼苗阶段就开始投药。有医学专家曾对此发出警告。2015年，中国著名呼吸科医生钟南山院士在两会上提到，他收集的一份报道显示，广东某地养殖户给罗非鱼用了7、8种抗生素治鱼病。他感叹道，人们吃了这些鱼就等于在吃抗生素。更让人忧心的是，他提到近年广东出现的人类重症感染中，有些病人体内的细菌对多种抗生素刀枪不入，怀疑与长期通过食物链摄入抗生素有关。他还说，现在看到那些养得特别肥大的鱼，我一般都不太吃，担心他们是吃了很多抗生素长大的，我宁愿挑瘦一点的鱼。这番话无疑是在提醒大家，罗非鱼等养殖鱼如果被滥用药物，
最终受害的可能是消费者自己。除了抗生素，罗非鱼的激素使用也是争议话题之一。由于罗非鱼繁殖力太旺，一对鱼没多久就能孵出一塘鱼苗，繁殖过快会影响鱼长肉，因此养殖界过去常想方设法控制。最常用的是在鱼苗阶段喂雄性激素，如甲基睾丸酮，让几乎所有鱼苗都变成公鱼。全是公鱼就不会把能量浪费在繁殖上，生长速度更快，体型也比较大。在这种技术刚出现时，不少国家都用过。然而，喂激素毕竟让人心里不安，万一残留在人吃了会不会有影响？而且科学家发现，用激素诱导性别转变，如果稍有剂量偏差，鱼苗成活率会下降，得不偿失。近年有些地区开始采用非药物手段来全雄化罗非鱼，例如通过选育超雄种鱼来产生全部雄性后代，减少对激素的依赖。中国也明文将甲基睾丸酮列为禁用药物，不允许在养殖中添加，所以我们市面上买到的罗非鱼不见得真吃过激素。但由于这个技术历史曾经存在，加上民间流传，导致罗非鱼吃避孕药变性长大的说法甚嚣尘上。其实罗非鱼压根不吃人工饲料之外的东西时，就算真把避孕药丢下去，它也不会正眼瞧一下。因此可以说，罗非鱼激素催肥更多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和误解。真正值得注意的还是抗生素问题。若养殖过程频繁用药，又没严守停药期，那我们吃下过量残留抗生素，长期可能造成人体菌群抗药性增加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难道罗非鱼一点不能吃吗？其实大部分正规养殖的罗非鱼还是安全的。一来，罗非鱼养殖历史悠久，疫苗防疫手段在完善，很多养殖场会给鱼打疫苗或用益生菌替代抗生素。二来，各国政府对出口水产品都有残留检测标准，只要合格才允许上市。罗非鱼本身营养丰富，富含优质蛋白和微量元素，如果来源可靠，适量食用大可不必恐慌。真正需要当心的是来源不明、价格异常低廉的罗非鱼产品，比如来源可疑的鱼片、加工品。当你无法确认它产自何处、如何养殖时，谨慎一点总没错。鲶鱼、巴沙鱼，接下来登场的是另一位评价明星——鲶鱼。特别是近年风行全球的巴沙鱼，其实就属于鲶鱼的一种，学名博氏巨鲶，原产于东南亚湄公河流域。巴沙鱼常被制成冷冻鱼片在超市贩售，因为肉质细嫩，无小刺，价格低廉，深受餐厅与家庭主妇喜爱，可谓平民海鲜的巴沙鱼，背后却有不少传闻，引发过国际级的食安讨论。网络上一度疯传一则骇人听闻的说法，越南出口的巴沙鱼都养在严重污染的湄公河水域，充满重金属和有毒物质。养殖户使用大量抗生素和生长激素让它们快速长大，美国早就禁止进口巴沙鱼了。这些指控听起来毛骨悚然，一时之间巴沙鱼有了个难听的外号——洗肾鱼，意思是吃多了恐伤肾，将来得去洗肾。到底真相如何呢？专家对此做了调查和科学分析，发现这种说法有部分夸大。首先，巴沙鱼的养殖环境确实常在河川或池塘，水质好坏取决于管理。如果在污染水域养殖，鱼体可能累积一些污染物，但并非所有越南鱼塘都很脏。实际上，越南政府和国际组织多年来也在改进巴沙鱼养殖的环境与品质监控，大部分出口的大型养殖场都达到食品安全要求。至于重金属，需要抽检数据才能判定，不能一概而论说每条鱼都重金属超标。再者，传言提到的氯酸钾等毒物，其实用在养殖上的情况并无明确证据，可能是误传。氯酸钾是工业氧化剂，不太可能直接用来养鱼，这点可以存疑。不过，另一部分传言抗生素和激素滥用，则并非空穴来风。早期越南巴沙鱼养殖业为了迅速扩张产量，确有药物使用不规范的问题。例如为防鱼病，有些养殖户长期添加广谱抗生素，甚至使用人用抗生素替代兽药。曾有从越南进口的巴沙鱼被国外检出违反残留标准的抗生素，引起消费者担忧。至于生长激素是否投入使用，则较难考证。鱼类一般很少用真正的生长激素，
因为成本高且作用不明显。但是不排除有人曾试图用某些激素类药物来影响性别或催肥，只是这些都属违规行为。如果严格按照各国规定，不少药物在养殖中本就禁用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巴沙鱼产业近年在国际压力下已逐渐规范，一些主要出口市场欧盟、美国、中国等都对进口巴沙鱼抽检严格。越南也建立了养殖认证制度，如越南优良农业规范 VSGAP、 全球良好水产指南 BAP 等，鼓励养殖者减少药物，改善水质。所以说美国禁止进口并不准确，美国只是要求进口的巴沙鱼符合和本土鲶鱼一样的检疫标准，一度收紧检验导致进口减少，但并非全面禁止。然而巴沙鱼身上的药不仅来自养殖阶段，还可能出现在加工阶段。前面提到洗肾鱼这外号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磷酸盐泡澡事件。很多人好奇为何巴沙鱼肉质特别软嫩滑口，秘密就在于加工时泡过一种药水3聚磷酸盐。加工厂常用磷酸盐溶液浸泡鱼片，让鱼肉吸水膨胀，不仅口感更嫩，重量也增加。有报道指称可膨胀近2倍。对黑心商家而言，1公斤鱼泡完药水便2公斤卖，利润翻倍，何乐不为？磷酸盐本身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，限量使用于水产品保湿并非违法，但关键在剂量。正常吃点经过允许范围浸泡的巴沙鱼，不至于让人肾衰竭。人体每天对磷的耐受量相当高，如果只是偶一为之地吃几片鱼肉，磷摄入量还在安全范围内。问题在于，某些不肖业者为牟利，可能过量使用磷酸盐，把鱼肉泡得像海绵一样吸满水。这种鱼肉磷含量严重超标，长期大量食用恐造成钙磷代谢失衡，引发骨质疏松、肾结石等问题，增加肾脏负担。医生指出，过多磷还可能导致血管钙化脆化，与慢性肾病、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。所以才会有厨师夸张地说朋友吃巴沙鱼吃到洗肾。其实这话是不科学的吓人言论，但也反映出行业乱象确实让人担心。如何辨别你买的巴沙鱼有没有被过度泡药水呢？行家提供一个小技巧，夹一夹。如果煮熟的鱼块用筷子一夹就散成碎渣，口感松垮，那很可能就是泡水过头的注水鱼。正常的新鲜鱼肉不会如此不堪一夹。此外，可信赖的大品牌、水产品来源透明的卖场相对更值得选购。不少超市产品标榜未经过药水处理或符合某某检验标准，就是为了消费者安心。总的来说，罗非鱼和巴沙鱼作为平价蛋白来源，本身营养价值并不低，问题出在养殖和加工的某些不良环节。如果能确保来源清晰，养殖过程严格遵守用药规范，这2种鱼其实可以安全地成为餐桌美味。但在我们无法追溯的情况下，对待超便宜鱼片或来路不明的养殖鱼，还是要留一分警惕，别为了一时口腹之欲和低价，反而把看不见的药物吃进肚里。接下来2位主角是华人餐桌上著名的滋补圣品，许多人笃信一冬一善胜补人参，也有人说产妇病后体虚就该喝黑鱼汤大补。这2种鱼营养丰富，蛋白质高，脂肪少，而且在中医理论中被赋予了强身健体的光环。然而，你以为的食补良品，在养殖业者眼中却是用药大户。他们一个是黄鳝，俗称甜鳝，一个是黑鱼，学名乌里、财鱼。我们就来看看黄鳝和黑鱼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药物故事。黄鳝，提起黄鳝，不少老饕马上想到油焖黄鳝、鳝鱼面这些经典美味。黄鳝富含优质蛋白和微量元素，在民间有夏天一条鳝胜过补药一煎的说法。野生黄鳝数量有限，价格昂贵，因此人工养殖黄鳝早已形成规模产业。可黄鳝并不好养，它体质娇弱，对水质变化很敏感，又容易感染寄生虫和细菌。因此，过去大陆一些鳝鱼养殖场被爆出大量使用药物的情况。有资深业者直言，鳗鱼养殖场每天都下10几种药。这说法或许夸张，但也道出黄鳝养殖用药的频繁。常用的包括抗生素，例如土霉素、恩诺沙星等，来防治细菌感染，还有驱虫药预防惊人的寄生虫数量。黄鳝喜食活饵如蚯蚓，小鱼小虾
这些饵料本身就可能带寄生虫卵，所以养殖户会定期给鳝鱼体内驱虫，投喂药饵或在饲料中掺驱虫中草药。另外，水池中也可能泼洒杀虫剂，来杀水蛭、线虫等害虫。有一种禁用杀虫药叫甲腈菊酯，曾被非法用于罗场清除杂鱼，结果隔壁鱼排的鱼也毒死一大片，可见这类药物的阴影遍布水域。如果鳝鱼本身感染了真菌，常见症状是鱼体腐烂，有些养殖户以往还会偷偷用孔雀石绿浸泡治疗，这又是一个潜在残留风险。然而，关于黄鳝更广为流传的是另一个惊悚传言，黄鳝是为避孕药催肥的。这个说法让很多人一想到吃鳝鱼，就担心自己是不是把避孕药也吃进去了。我们来澄清一下，黄鳝吃避孕药长大，基本是个谬误。为什么会有这个谣言？原来，黄鳝有独特的性别转变机制，大多数黄鳝天生是雌性，长到一定尺寸后会自然变性成雄性。一些人觉得养殖的黄鳝个体比野生的肥大许多，可能是用了避孕药含雌激素，抑制黄鳝变性，让它们持续长大。乍听很有道理，但科学实验和养殖经验都否定了这种做法的可行性。首先，黄鳝不吃人工饲料时期，根本不会理会混了药的饲料。养过鳝的人都知道，黄鳝偏食，难驯化，很多时候只吃活饵。如果在野外池塘丢避孕药，鳝鱼压根懒得服药。其次，就算真的透过注射或其他方式给黄鳝用了激素，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。华中农业大学水产专家调查发现，过去确有少数渔民尝试在鳝鱼饲料中掺避孕药，结果黄鳝死亡率上升，养殖几近失败。原因是激素扰乱了黄鳝的内分泌，反而降低了它们对疾病和环境压力的抵抗力。早在2000年，四川一群鳝鱼批发商就对这谣言深恶痛绝，联名悬赏10万元人民币，征求任何使用避孕药养鳝鱼的证据，但从没人能拿出实锤。当地主产水产局专家也公开驳斥，黄鳝用避孕药催肥早有其事，但都被证明是谣言。因此，大可不必担心黄鳝体内残留什么避孕药激素。那养殖黄鳝为何个头又粗又大呢？其实这归功于科学饲养和品种改良。养殖户精选优良种苗，往往本身就是长得大的雄鳝繁殖后代，并提供充足饵料和适宜水温，使得养殖黄鳝生长速度远胜于野生环境下饿肚子的同类。野生黄鳝冬天气温低于10度时就冬眠不吃不喝，养殖场则可以调控水温，延长它的生长季节。充足的营养与无休眠生长，自然让养殖鳝又肥又长。换句话说，人家的胖鳝只是吃好睡好的结果，不需要靠激素催肥。既然避孕药之说辟谣了，那黄鳝是不是就没有药物风险？也不是。黄鳝真正需要注意的还是在于抗生素残留和寄生虫。由于黄鳝属于无鳞鱼类，体表粘液丰富，一旦水质不佳，细菌滋生很快，所以有些养殖户难免用土霉素这类广谱抗生素定期泼洒治菌。土霉素本身是合法兽药，中国规定黄鳝体内残留不得超过每公斤100微克，但现实是很少有人检测每条鳝鱼的药残，小农户更不会主动送检。如果养殖者贪心不守规矩，在黄鳝即将出售前还用药，就可能来不及代谢完全，让消费者吃进残留。还有一种隐患是捕捞环节的药物，黄鳝力道大又滑溜，捕捞十分困难。曾有报道指出，一些鱼贩会往鳝鱼池里加入高锰酸钾或其他麻醉药，让黄鳝轻度中毒，行动迟缓，以便徒手捉拿。高锰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，少量使用能消毒水体，但过量会灼伤鱼体，甚至残留。若这类药物处理不当，也可能进入食物链。所以爱吃黄鳝的朋友需注意几点：选可靠来源，尽量购买有规模养殖、检验合格的黄鳝或由大型水产市场供应的产品，别贪便宜买来路不明的超大肥鳝。充分加热煮熟黄鳝，身上寄生虫不少，特别是恶口虫等，务必煮透杀死寄生虫。生吃醉鳝这类行为极度危险，均衡饮食再补的东西也不能天天吃，偶尔品尝滋补可以，但别迷信天天黄鳝当补药，那反而会因摄入过多药物残留引发健康问题。黑鱼
黑鱼的学名叫乌里，因鱼体呈黑褐色，头扁似蛇，又名生鱼或财鱼。传统观念里，黑鱼汤营养丰富，据说有促伤口愈合、补血生肌的功效。很多产妇生病初愈者会煲一锅黑鱼汤进补。在菜市场里，黑鱼虽然长相凶恶，但肉质细嫩少刺，价格比一般淡水鱼高出一截。这背后是因为黑鱼在养殖上也颇费功夫。野生黑鱼是凶猛的肉食鱼类，吃活鱼虾长大，活动范围广。一旦圈养在池塘里，高密度条件下就容易发生打斗和抢食。养殖户通常得提供充足的饵料鱼，或让黑鱼习惯吃人工饲料。但不管怎样，密集养殖的压力仍可能导致黑鱼免疫力下降，引起细菌感染。黑鱼常见的疾病如出血病、烂鳍病等，都需要及时用药治疗。常用药包括抗生素，例如氟苯尼考、恩诺沙星和一些中草药提取物饲料添加，以增强鱼体抵抗力。幸运的是，黑鱼相对黄鳝要健壮些，抗病力较强。如果饲养管理得当，用药频率可以降低，但当气候骤变、水质恶化时，病害还是免不了。一般规模化养殖场会依照兽医指导用药，并确保上市前有足够停药期。然而，小规模养殖者可能缺乏这个意识，存在违规用药甚至使用禁抗的情况。曾有检验发现，个别黑鱼样本中孔雀石绿残留超标，显示可能在孵化或养殖早期曾用此禁药防寄生。黑鱼的寄生虫问题也不可忽视，很多淡水鱼都有肝吸虫等寄生风险，但黑鱼属于顶级掠食者，体内寄生虫反而较少，不像草鱼、鲤鱼那样容易带肝吸虫。然而，有一种叫广州管圆线虫的寄生虫会利用黑鱼作为中间宿主，人若生吃或没煮熟吃，黑鱼可能感染。所幸华人地区大多烹熟吃，不太会有问题。真正要注意的是捕捞和运输中的处理。黑鱼凶猛有力，在捕捞、运输时容易擦伤皮肤，引起细菌感染或者影响卖相。有些水产批发商为避免鱼在运输中死亡，可能会在运鱼的水里加入镇静剂或抗应激药物，使黑鱼安静。常用的是一些植物提取物或低剂量麻醉药。这类物质残留虽然不致严重危害，但也是鱼体内额外的化学成分。黑鱼还有一个较为隐晦的话题是繁殖用药。黑鱼要人工繁殖并不容易，通常在春夏繁殖季捕野生亲鱼产卵，但也有养殖场尝试用激素注射诱导黑鱼产卵，例如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 或 LRHA 等鱼用激素。这些激素帮助亲鱼同步成熟排卵，此举是为了繁殖苗种，和食用鱼本身无关，但间接说明黑鱼产业也是和药物有交集的。不过这些繁殖激素在鱼体内代谢很快，对消费者影响微乎其微。总的来说，黑鱼虽被称为滋补佳品，但养殖黑鱼并非那么纯天然，在高密度养殖背后，一样涉及抗生素、防病、药浴、驱虫等。对于爱喝黑鱼汤的人，我们建议尽量选择可信来源的黑鱼，购买时挑选活力好的鱼，回家后烹煮要全熟，尤其鱼头和内脏弃掉，因为药物残留多半集中在内脏组织。黑鱼本身肉质鲜美，适量食用对身体有益，但也不宜迷信天天大补。毕竟从养殖池到餐桌，黑鱼或多或少沾药，我们能做的是减少风险摄入。最后来看两种截然不同的鱼，一种是饭店酒席上的高档名贵石斑鱼，另一种是乡野小池塘里的寻常小鱼鲫鱼。或许你以为价格昂贵的鱼一定更安全干净，而便宜的小鱼才脏乱有药残。事实并非如此，石斑鱼和池塘鲫鱼，一个身价不凡，一个平淡无奇，却都可能是药养的代表。我们就把这两个极端放一起，看看它们各自的问题。石斑鱼肉质细嫩，味道鲜美，是很多老饕心中的顶级海鲜。在东南亚和港台地区，石斑鱼常用于年夜饭、喜宴的清蒸全鱼，象征富贵有余。石斑价格高，需求旺盛，自然促使大量人工养殖，尤其龙胆石斑、老鼠斑等名贵品种，养殖产业相当发达。石斑鱼主要用网箱或池塘海水高密度养殖，养殖周期长达1-2年以上，
期间很容易受到疾病威胁，其中最棘手的是病毒。石斑鱼易感染红彩病毒，一旦发病，死亡率极高。然而，病毒感染抗生素无效，所以靠喂抗生素并不能预防这类病毒病。相反，过度用抗生素反而打乱鱼只肠道菌群，可能加速病毒病恶化。这也是石斑养殖者后来吸取的教训之一。早期在2005年前后，台湾曾爆出养殖石斑鱼检出孔雀石绿的事件，严重打击外销市场。此后，业者痛定思痛，普遍认知到禁药绝不能再用。许多石斑养殖户也开始研究替代方案，例如用益生菌调节水质和鱼脂健康。现在他们明白，与其鱼快病死时乱下猛药，不如平日加强环境管理，防患于未然。据当地水产专家介绍，大约2015年前后，台湾石斑鱼养殖业已逐步减少抗生素使用，除非鱼真的生病，否则不会随便投药。高价值的石斑鱼并没有身价越高，用药越多的怪现象，反而因为贵重，大家更谨慎用药，生怕鱼没养成就要死了或者残留超标卖不出去。不过，石斑鱼靠药养的说法不是全无来由，一些不实传言把行业情况夸大，引起误解。例如，之前网上有段话说，我邻居养石斑，他说石斑不给药就活不了，捞起来前还要放清水养1周排药。台湾养殖鱼都会用药，鱼越贵药下越重。这段话后来被证实多处错误。首先，石斑鱼如果没有生病，根本不需要给药。尤其现在很多养殖户强调水质控制，适当降低养殖密度，加强营养与管理，石斑鱼可以健康生长，而不必天天吃药。其次，所谓捞起来前清水漂养1周排药也站不住脚。鱼类的停药期往往需要几周到几个月，并非短短7天就能解除药物残留。而且石斑鱼是海水鱼，怎会放在清水里养？把海水鱼丢淡水里，1-2天就休克死亡了，更别提排药。现实操作是，养殖户如果有用药，会遵守规定在停药期内不出鱼，直到药物代谢干净。反而是非法出口或走私的交易，可能跳过这步骤，这才是真正风险所在。那石斑鱼的药物风险到底有哪些？总结起来有3点：抗生素残留、禁药污染、替代疗法可靠性。抗生素残留方面，尽管业界自律提高，但仍需要官方监管抽检。近年官方数据显示，多数石斑鱼样本药检合格，说明守规矩的居多，但个别不肖业者为图省事，可能偷偷使用人用抗生素或超剂量投药，导致残留超标。尤其在外销前，有时不同养殖场的鱼混批集货，一家有问题，整批都中招。2022年，大陆海关已检出隐性孔雀石绿和结晶子，都是禁用化学物为由暂停进口台湾石斑鱼，引发轩然大波。台湾方面检查多家养殖场均未验出此类禁药，怀疑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鱼商自行非法消毒导致，或者检测误差。但不管谁的责任，消费者一看到石斑鱼含致癌禁药，自然闻之色变。这件事对石斑产业敲响了警钟。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，高价鱼也会变毒鱼，产地所有守法渔民都跟着受害。因此，现在从业者对禁药可说零容忍，宁可损失一些鱼，也不要铤而走险。除了抗生素和禁药，石斑鱼养殖还尝试一些新手段，比如中草药养殖和疫苗注射。有的养殖场在饲料中添加中草药粉末调理鱼体，例如大蒜素、黄芪、多维元素，号称提高免疫力，减少发病。虽然听起来天然无害，但其中有效性还缺乏科学验证，盲目依赖可能耽误病情。另外，现在也有石斑鱼红彩病毒疫苗陆续研发推广，可以给幼鱼接种，降低发病率。如果疫苗普及，未来石斑鱼或许更少需要药物干预，这对消费者来说是好消息。作为消费者，要避免买到药残超标的石斑鱼，有几个建议：选购有产销履历或可靠通路的石斑鱼活货，因为正规通路都经过检验，对来源不明。价格明显偏低的石斑鱼持怀疑态度，天上不会掉下超便宜的龙胆石斑，便宜没好货，可能就是私养私卖的。烹调石斑鱼时，最好清蒸或煮汤等能去除鱼皮粘液的方式，因为若曾经用过外用药，残留多半在鱼皮表层。当然，
正常渠道购买的石斑鱼大可放心享用，不必因噎废食地拒绝所有养殖石斑。只是了解了背后的辛酸后，或许我们也能体谅，当初那么贵买条鱼，不只是买肉质，还买了养殖户投入的科技和风险管理成本啊。小池塘鲫鱼，最后一位是看似不起眼，却可能暗藏玄机的小池塘鲫鱼。鲫鱼是广泛分布的淡水鱼，野生环境下多见于湖泊、河塘，也常被作为家庭、鱼塘、农村池塘的放养对象。许多人童年都有在野塘里钓鲫鱼的回忆，感觉这种小鱼到处都有，应该很天然吧。然而现在市售的很多鲫鱼其实是人工饲养的产物，尤其在某些地区，有农户利用自家庭院的小池塘，高密度饲养鲫鱼出售。鲫鱼个头不大，单价不高，但胜在繁殖力强，数量多，积少成多也能增加收入。然而正因为廉价，人们对它的养殖安全性往往掉以轻心。试想一个场景，农户在自家后院小塘养了几百条鲫鱼，池水不流通，喂些麸皮、杂粮发酵物，时间一长，池塘泥底遭臭，鱼一有病他该怎么办？不像大型渔场有技术指导和经费投入，小规模养殖为了救鱼，很可能信奉土法上马，哪种药便宜、见效快就用哪种，结果就是各种人药、兽药一股脑丢进池里。常见的比如呋喃类药物，这是一类老牌广谱抗菌药，价格低廉，效果好，但已知可能致癌，国家禁用于食用动物。然而在乡间小店仍买得到，用来治鲫鱼烂鳃、烂皮几乎立竿见影。有的农户不懂法规，认为人都能吃的药，鱼当然能用，就违规使用氯霉素、甲硝唑等人药给鱼治病。这些药物一方面残留风险高，另一方面会导致鱼体细菌快速产生抗药性，下次再病就更难治，只好加大剂量，恶性循环，最终池塘变成药汤，鱼就泡在里头慢慢长。另外，小池塘养鲫鱼为了加快生长，可能会过度施肥，增加水中养分，比如直接倒入禽畜粪便当肥料培养浮游生物。虽然不是药，但这种粗放方式容易导致水中有害藻类和细菌滋生，鱼得病更多，养殖户又得频繁用药，形成一种先污染后治疗的怪圈。还有些黑心中间商在小池塘鱼出塘销售前会做一件事，用孔雀石滤溶液给鱼来个美容澡。因为运输和市场暂养时，鱼很容易擦伤、染菌，如果用孔雀石滤消毒，鱼鳞上的伤口不发霉，鱼能活得久，看起来新鲜。孔雀石滤染剂还会让鱼体表呈现讨喜的亮丽色泽，看着特别健康。但其实这种化学物质残留极久，哪怕肉眼看不出，鱼体内的无色代谢物还潜伏着。香港方面曾警告，使用孔雀石滤浸泡过的鱼，鱼鳍和鳃常带有一丝异常的蓝绿色，用紫外灯照射甚至会显出荧光，一般消费者不易察觉，但这毒可是实打实进了鱼肉。鲫鱼本身也有些寄生虫风险，例如著名的华枝高吸虫就爱寄生在各种淡水里科鱼体内，包括鲫鱼。如果养殖环境脏乱，感染蔓延，养殖者可能施用驱虫药或高剂量硫酸铜等杀虫剂来净化池塘。这些药施下去，寄生虫死了，多少会有残留。而很多人喜欢吃鲫鱼豆腐汤，煮的时间不一定足够长，如果万一鱼肉未完全熟透，还存在感染寄生虫的隐忧。总之，小池塘鲫鱼的问题在于监管盲区，规模小又分散，几乎无人定期检查，很容易成为养殖用药的漏洞地带。难道我们以后连一碗家常鲫鱼汤也不能安心喝了吗？事情也不必看得太绝对。很多农户其实也知道过量用药的害处，他们会尽量在鱼长成前更换池水，让鱼土泥净化几天，以降低药物残余和土腥味。所以消费者若能到现场购买刚出塘的鲫鱼，回家养清水2-3天再烹煮，其实已经去除了相当一部分问题。另外，将鲫鱼去鳞、去内脏，把鱼胆、肾脏等高残留部位丢弃，也能减少摄入风险。煮汤时喜欢整条下锅的，最好熬久一点，全熟才能放心。当然，若想高枕无忧，可以选择大型水产公司养殖的大规模鲫鱼或鲤鱼，它们通常有药残管控，有些地方还推出所谓无公害鲫鱼认证，表示用药规范，
残留合格，只是一般人难以辨别。最简单的方法还是购买信誉良好的市场或超市的活鱼，少买那种游击队式的小贩鱼。最后提一点，鲫鱼虽小，某些环保污染物却喜欢富集在它体内，比如重金属、汞、镉等在污染水域的鲫鱼体内含量可能偏高，因此不要食用来自工业废水污染水域的鱼类。若你不确定来源，适当少吃为妙。